此枪名为花枪，乃是豹子头林冲上梁山之前所用兵器。因枪头下扎有红缨，舞动时如花朵一般，故而得名。枪身极为柔韧，灵活多变，杀伤力与范围都比较大，配合林冲精妙无双的枪法，足以傲视江湖，所向无敌。北宋年间，百姓常遭官府压迫，多有身怀武艺者落为草寇。其中，插翅虎占山为王，劫持高太尉义子高衙内。高太尉遂派遣大军前往剿匪救子。未料领军之人号称豹子头林冲，孤身前往向插翅虎邀战。插翅虎敬佩其胆识义气，当即应下，一双流星锤击射而来。林冲持枪从容应对，稍息两人皆是腾身而起，于空中交手擦肩而过，彼此脚不沾地，足见双方功力之深。到底还是林冲更胜一筹，挺枪直刺，逼得插翅虎躲闪不及，以枪作棍将其砸落在地，随后更是在流星锤坠落之时出手将对方救下。如此，插翅虎输得心服口服，遵守诺言，将人质放出。高衙内向来嚣张跋扈，见林冲并未取插翅虎性命，转身拔刀就要自己动手。林冲回手一捞，将他摔了个狗啃泥，这才没有将事件扩大。而林冲身为京都80万禁军总教头，为人正直，深得朝廷器重，一身武艺也已登峰造极。俗话说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。林娘子钟灵慧秀，温柔贤惠，夫妻二人情投意合，举案齐眉。林冲为人处事过于率直，不懂得官场黑暗，为此林娘子常常劝丈夫远离官场，但因林冲一心为朝廷效力，屡次劝说也无可奈何。适逢高太尉大寿之日，其他官员所奉都是真金白银，唯有林冲献上一把寿面作为贺礼。高太尉自觉大失颜面，怀恨在心，此事也为林冲的将来埋下了祸根。而另一边，回到京都的高衙内依旧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，整日游手好闲，欺男霸女，且他生性极为好色，凡是女子无不望风而逃，甚至还当街非礼良家妇女。只因他的义父高太尉位高权重，是以无人敢惹，越发肆无忌惮。这日，林冲携妻子前往大相国寺还愿，听闻前面有人酒量武艺皆是不俗，心生好奇下前往一观，只见一名僧人抱起酒坛痛饮美酒，随后借着酒劲挥舞手中禅杖。僧人号称花和尚鲁智深，因3拳打死镇关西，无奈落发出家，后又难以忍受清规戒律，经由住持引荐才来到此处。看着对方肆意演化拳法，林冲见猎心喜，忍不住出言点评。听见有人说自己武艺有缺，鲁智深心中不服气，就要与他较量一番。哪知刚交手2招，管家急忙找上林冲，言称有登徒子非礼林娘子。而刚刚大战完一场的高衙内又盯上了林娘子，一日之间能连战2场，可见这高衙内确实是此中高手。林冲飞身而来，击倒一众狗腿，再接一脚踢开非礼之人。可看到对方竟是高衙内，一时间也就没有继续动手。但鲁智深却是毫无顾忌，眼见这小子竟敢在自己的地盘闹事儿，二话没说就要教训高衙内一番。这时忽见有人踏水而来，抬手挡住鲁智深，并将高衙内救走。此人乃是高太尉的手下陆谦，同时也是林冲的好友。鲁智深还要动手，多亏林娘子温声相劝，才算作罢。经此一事，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林冲邀请鲁智深回家畅谈，两人彼此都痴迷于武学，不时相互比武切磋武艺，即便是睡觉前也要比斗一番，打累了便直接抵足而眠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两人越发志趣相投，交情渐深，就此义结金兰，以兄弟相称。而另一边，高衙内惦念林娘子美貌，添油加醋向高太尉状告林冲。林冲身为80万禁军教头，不好动手，高太尉便转而盯向鲁智深，派遣陆谦带兵闯入林家，就要将鲁智深抓走。林冲凭借着与陆谦的交情，才让对方收手离去。发生此事，鲁智深显然无法再待下去，就要去梁山落为草寇，还想劝林冲与他同上梁山。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林冲不愿背叛朝廷，只是目送他离去。与此同时，高太尉正与亲信密谋，丞相向来对其行事多有不满，不仅四处搜寻他的罪证，欲向皇帝告发，
还数次召见林冲密谈。恰逢高衙内也向他告状，死皮赖脸一定要抢走林娘子。为了削弱政敌与满足儿子愿望，林冲势必非除不可。某日，关东高手裘武慕名而来，准备献上家传的朝露宝刀投奔林冲。只见宝刀出鞘，熠熠生辉，刀身温润如水，血不沾刃，刀锋锐利，可吹毛断发，传世宝刀名不虚传。裘武托辞将其寄存在林家，林冲这才愿意收下宝刀，如同和鲁智深一般，每日与裘武切磋钻研武学。而听闻林冲得到朝露宝刀，高太尉派遣陆谦寻到林冲，声称让他携宝刀前去，与高府收藏的压日宝刀一较高下。林冲应约，跟随陆谦前往高府。陆谦借口通报，先行离去。林冲正等待时，忽闻有人大呼抓刺客。林冲瞥见一道黑影，便追赶而去，却不慎闯入了军机重地白虎堂。四周埋伏多时的武士立刻将他制住。高太尉不由分说，就要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。林冲要求让陆谦为自己作证，哪知陆谦为求名利，早已真心投靠高太尉，颠倒黑白，矢口否认。此时林冲方才明白自己落入圈套。这时丞相带兵赶来为林冲撑腰，而高太尉也自知理亏，并未动手。可按照律法，闯入白虎堂还是要发配充军。林冲被革职赐字，即将发配，他并未反抗，只是怕无法再与妻子长相厮守。之后林冲被发配赶往沧州，途经野竹林时暂时休整。林冲正欲闭目休息时，押解的公差却被高太尉收买，要将他在半路除掉。幸而鲁智深一直在后跟随，三拳两脚打倒公差。正欲动手以绝后患时，还是林冲帮忙说话才算作罢。鲁智深便叫他们砍来树枝，做成轿子，抬着林冲一路护送至沧州。在此他安心做事，勤勤恳恳，即便碰到军官耀武扬威，也是低眉顺眼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再与妻子团聚。却不知没了他的阻碍，高衙内彻底肆无忌惮，就要强行非礼林娘子。此时一直留守林家的裘武出手阻止，手舞长刀，正要护卫林娘子离去，哪知刚一转身就被一刀砍在面门。来者正是陆谦，裘武实力不及，被当场震晕过去，还借着高衙内之手除掉林娘子。之后更是奉命暗杀丞相，如今只要再将林冲除掉，便可高枕无忧。带着高衙内携大军前往沧州，而未能保住林冲妻子，裘武万分自责，赶到沧州，写下血书咬在口中。因他知晓军中必有高太尉手下，毅然决然独闯军营传递消息，终究是寡不敌众，被人斩下首级，头颅滚到林冲身旁。林冲打开血书，才知道妻子已然被害。此时鲁智深赶来，未免接下来的战斗波及到他。林冲故意割袍断义，以示决然，逼得鲁智深伤心离去。此后他将裘武遗体安葬。官场黑暗，妻子被害，林冲决意不再隐忍，手持长枪，静等仇人上门。陆谦阴险狡诈，先让手下出阵，消耗林冲的体力。见林冲依旧游刃有余，转而命火炮手开炮。一时间，密集的火光覆盖整座军营，林冲只能四处躲闪。所幸主角光环使然，炮火并未伤及到他。高衙内不知死活，还在疯狂嘲讽。岂料林冲长枪挥动，一道气劲直接将其一分为二。陆谦立时拿出压日宝刀，借助反光之能占得先机。随后更是突施暗手，将林冲双腿束缚，一路拖行，将他倒吊在木柱上。幸好鲁智深去而复返，随手一招为他解去束缚，接着手提禅杖向陆谦杀来。陆谦本身武艺稍逊一筹，但他为人向来奸诈，四处躲藏。性情莽撞的鲁智深当即中招，趁他不备，陆谦背后偷袭，伤他一臂，随后更是凭借宝刀锋锐将他重创。此时鲁智深双臂受创，林冲再次手持长枪接替他作战，腾身一脚踢飞其手中宝刀，陆谦却将长枪夺来，将他刺伤。林冲则飞起一脚踢在对方下盘，随后强忍伤痛，腾身施展弯月腿，接连踢出，再接数拳，尽情宣泄胸中怒意。陆谦运转功力反击，一道气劲平地炸起，林冲飞身躲过，鲁智深以口咬住长枪丢来，林冲腾身截住，躲过陆谦刺来剑锋，回转身形，一枪洞穿身躯，将其钉死在木柱上。可笑陆谦临死前依旧不忘整理官帽，
极尽算计，最终还是一场空。此后，林冲彻底看清朝堂险恶，跟随鲁智深前往梁山。